它其实本身也不是一个岛，它是个工业园区。它这个地方呢，特别像是什么呢？像是北京的798或上海的田字坊。因为温哥华呢，它最开头不叫温哥华，它最开头先是叫做 Gastown， 然后呢，后来又叫做 Glenville，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。Hello， 欢迎光临。早啊。这么一个大箱子，其实本来不准备带这么大的箱子的，看看箱子里的东西吧。好呀。反正这一次我带了一顶我在美国买的帽子，所以说正好去西部嘛。对，还挺搭的。是，然后呢，带一把雨伞，反正出太阳也可以用，下雨也可以用。这靴子本来我是准备穿着的，但是我又觉得在北京穿这靴子太热，但是我带了很多暖宝宝。因为我实在不知道那边的气温到底怎么样，有的人说他们穿羽绒服，有的人说有的人直接照片就穿短袖。我会带个插线板，可以吧？因为我觉得 USB 是最需要的。对，就是会有一些药品，还有就是我的一些小礼物送给大家的。这个是送给你的礼物。好嘞，谢谢，我只能单手接了。是，因为这个礼物的话，其实这本我有3本旅游书啊。是。挑选这一本的原因是因为这本旅游书是从加拿大开始。这一个就是在加拿大温哥华。温哥华可能很多游客都不知道这个地方，其实它这个跟美国的那个大桥特别像的一个叫狮门大桥。你在攻略上好像都很难看到。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这一次我们也会去。一个卡尔加里的机场，当时我是去 Yellowknife 看极光嘛，看极光要在卡尔加里转机的时候，当时就是这样。当我后来开始做这个旅行家这个身份之后呢，就发现照片越来越多，但没有像以前这样子会都把它冲洗出来了。飞机呢马上就要起飞了，但是我刚刚看到了，我说我认识的那个朋友现在上来了啊。就今天早上我送给瑞克的书，就我们摄像师的书啊，里头有关于我在加拿大，你看有这些在极光这个 Yellowknife 这里做的很多很有意思而且特别甜蜜的事情，并且也算是挺疯狂的事情啊。然后呢，正好这个飞机要飞10几个小时，我就会想把这本书送给这个新认识的朋友。这里在如果放假，小学我写的书反正里头都有关于加拿大的事情。是跟我不一样，但我这个就是关于极光的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您选乘中国国际。发现温哥华现在在下雨。今天我拿到行李之后，我来想一想，如何在一个下雨天来找一个可以在室内不被淋到雨，而且还能有好吃的好玩的地方吧。现在呢，我们来的这个地方呢叫格兰威兰岛。而这个格兰威兰岛呢，它其实本身也不是一个岛，它是个工业园区。它这个地方呢，特别像是什么呢？像是北京的798或上海的田字坊这种曾经的老建筑，把它跟手工艺者啊、各种创新的工业者啊，包括各种美食店啊，然后各种市场都结合在一起。而他们这里最让我喜欢的呢，还真的不是这些各种小工艺品。最喜欢的是他们的市场，因为他们这个菜市场五颜六色，非常的美。而走到这里来之后，我们不管是看到我们头顶的格兰威尔大桥，还是走到这些工业园区的路上，其实你立刻能想到温哥华的历史。因为温哥华呢，它最开头不叫温哥华，它最开头先是叫做 Gastown， 然后呢，后来又叫做 Glenville，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。
这个格兰威尔岛呢，其实真的是给我留下非常多的印象，因为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加拿大旅游局的毛毛娘，我喊她网名，她就特别跟我说一定要来这个地方，因为她非常非常的爱。而现在我来到这个地方呢，也是他们跟我推荐说，这个 The Keg 就是小桶这家一个餐厅啊，是整个加拿大地区做牛排做的最好的一家。其实当时我过来吃，印象我有点不太记得了，但是我就记得他就说最好，所以说事隔4年之后，我再来这边，再来品尝一下，以现在的神威来看看它是不是最好的呢？来，我们来看一看它有什么菜单了。看午餐这一块，沙拉 ，chicken shrimp cocktail。这个前菜我们不看，我们主要看主菜，就看 steak 就好了。反正都差不多，整个就看他推荐什么吧。就特别，我其实看你在录的时候，我就可以说话，反正你都能说进去，对吧？可以说。对，他们家店在温哥华这边啊，其实不止这里有一家，当然这一家是最有名的。它其实还有其他的家的店，但是呢，大家来到格兰威尔岛一定会想来品尝一下他们家店，因为不只是它东西好吃，最重要的呢是它的整个环境就特别的让你会觉得还挺潮，但这种潮呢又结合了当地温哥华比较土的一面的潮。他说他们这里是什么阿斯加的蟹和龙虾啊，他们所以说会有这种牛排专门配。如果是你专门点个牛排呢，一般男生的话点这个 New York 比较好，因为彩头大。但如果说你是搭配的呢，就可以把不同的味道全都可以尝到了。现在在我后面的呢，就是我们要进入的下个目的地格兰威尔岛。而这个岛呢，可以看到现在正在做一个大型的宣传啊，因为每年这边有一个加拿大1年1次的一个艺术节，这个艺术节呢就有点像在乌镇1年1度的艺术节一样，来自全加拿大的各种艺术家、行为艺术家全都会聚集在这里。你看上面时间是9月7号到17号。好，今天跟着我们一起先来看一看没有表演的格兰威尔岛是什么样子吧。可以看到这下面有那么多的熊脚印吗？其实呢，这个整个格兰威尔这个岛啊，它不仅仅说是个艺术园区，它更像是一个当地人带着小朋友过来游玩的一个乐园。所以说，在这边会用各种建筑方式，用各种的色彩，还有用各种的游乐设施，吸引着一家老小在这边玩得很开心。Public Market 也是公共市场，而这个市场也是我去过那么多国家的市场，正是因为来到了温哥华这个公共市场，才让我喜欢去逛各个地方的菜市场啊，社会市场啊。其实包括呢，我们看到它的这些菜啊，蔬菜水果摆放，一来整齐，二来颜色非常非常搭得很美，会让你觉得立刻有一种赏心悦目，甚至有一种强烈的冲击感。看到有这么多芝士，虽然我不是那么爱吃芝士的人，但是我相信所有爱吃芝士的朋友看到这些芝士一定会着迷。
其实呢，从这个门进来才是真正之前吸引我走进 Public Market 的原因。因为现在是下雨天嘛，当阳光充足的时候，他们会把花全都放在外面，以至于说，当时我以为走进了一个花店，没想到哇，里头别有洞天，这是一个充满了花香的市场。哎，他正在用陶瓷手工捏陶瓷。So you made everyone by yourself? Wow, very beautiful. Are you from Japan? A Korean. Very good, very beautiful. Yeah, one. Yeah, one basket. Thank you. 我觉得这一篮还挺重的，满满一堆啊！13块钱大概折合成人民币，现在汇率来讲就是，60块钱。所以说在这边你可以买到这种好吃的，看到各种艺术品，而且你看还会看到各种艺术品，全都是handmade的，都是原创的，自己去设计出来的。每次听到他们这种音乐，我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，好像立刻能融入到一个有音乐的环境中。这个环境可以是在户外，也可以是在室内，它带给整个环境啊一种流动的音乐，一种流动的艺术节奏，好像这个环境立刻活起来了一样。从这个 Public Market 走出来呢，你好像立刻来到了一个类似于格兰威尔岛它的一个 Fish Market， 也就是它的渔人码头，有音乐，有海洋，有渡轮，也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每天在这边休闲，在这边散步。与它的缘分呢，其实也写在我这本书中了。我这本书中呢，有一章叫做在世界各地寻找美食是一件有满足感的幸福事，其中有专门提到温哥华的格兰威尔岛。像这里头在这个菜市场拍这个照片，2013年拍的，好像变化不是那么大，但是有更多的人爱上了这里，有可能他们是因为别人介绍，也有可能是因为神威介绍，而这个缘分呢一直留在这边，让我们好像可以在这边静静的看看天，看看日出日落，也静静的在这边感受一下自己心灵中想去交谈的自己。